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，我是设计师吉米。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先来个友情提醒，别忘了帮吉米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因为这个频道真的是靠大家的支持，才不会变成孤单老男人的手表收藏日记。那再来，吉米有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，频道没错，开启了收益模式，这就代表什么？会有广告跳出来。不好意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吉米多看10秒钟。你以为你是懒得按 skip， 其实是我跟小编要跟你说，这是我们生存的曙光，拜托给我们一点阳光吧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主角其实蛮特别的，就是我们平常很常会讲 GMT 的手表，像我自己本人我很喜欢 GMT 的手表，那我相信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，那今天喜欢的人欢迎你们大家听听看，那不喜欢的人你们也可以听我讲10分钟的干话，然后帮我按一个往下比不好的赞OK， 开玩笑的 OK， 那个大多数人的脑中浮现出来的可能会是比如说Rolex Explorer 2 或者是 Tudor Black Bay Pro，even 是可能是Omega 的 Planet Ocean 600，他们做的 GMT 也非常的厉害。那这一些我们就把它归类为名门望族。但今天这一位呢，他是一个平价却很懂得穿搭的小老弟。没错，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小老弟 Christopher Ward C63 Sealander GMT。他外表看起来跟他的这个老大哥 Explorer 2非常有关系，然后 DMA 里面又带着一个英伦的气质。对了，因为他是英国表，所以我只好写稿子写说他有英伦的气质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英伦气质是什么，对吧？重点是它的价格绝对不需要你剁手，也不需要你省半年的钱。OK， 它是一个你只要喜欢手表，那想要花一点点的钱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棒的一个 GMT 的手表。那所以这集我会用烂熟人的方式跟大家聊聊这一支小弟 GMT 凭哪一点，我们为它做一题专辑。做一题专题 OK， whatever 应该都可以 OK， 他为什么我把它评论为这个平价 GMT 的王者？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喝口咖啡啊。OK， 我们先讲讲品牌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吧。其实 Christopher Ward 这个品牌，如果你只是在台湾的玩表圈，真的稍微偏陌生一点点。有的时候会在二手社团看到有一些人丢出来卖啦，但是我感觉下面的回文都是很多人蛮陌生这个品牌的。对 ，OK， 它是一个来自英国伦敦的品牌，2004年才成立。那比起一大堆百年老字号的品牌来说，它的确就是个小屁孩。那它的厉害的地方，但它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们用网路直营的模式，所以它减少掉了中间经销商的这个经营成本，它把更多的钱回馈到设计跟用料上面。那 Sealander C63 系列是在2021年推出的，定位是全地形全功能的运动表，其中 GMT 的版本 OK， 它有一般的 Sealander 3针，然后也有 GMT 版本。OK，GMT 版本一被推出，大家就立刻注意到，因为它白色的那一款基本上长得跟 Explorer 2长得一模一样不能讲长得一模一样，这样子一定会被骂，没有长得87分像。OK， 固定的24小时钢圈、白色面盘，还有一根橘色的 GMT 指针。如果你不讲品牌，乍看之下真的会有人远远的误会你带了一只 Explorer 2，真的就是这么像。然后它黑色的那一版也是配橘色指针，所以 I don't know，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致敬吧。不过这就是我觉得 Christopher Ward 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他不会单单纯纯只是抄袭一个好的设计，他有一点像是借鉴经典，然后再玩出自己的味道。比如说他有一个他的表壳的设计叫做 Light Catcher Case， 那利用打磨的折线、亮面跟雾面的对比，让整只表在光线下看起来有闪闪发亮的层次感。就像同样的西装，有些人穿起来松松垮垮的就土土的，有些人穿起来就像007。OK， 那 Christopher Ward 当然就是后者了。对，怎么可能说他是松松垮垮的？如果他松松垮垮的，今天我也不会介绍给大家了。Right？ OK， 再来讲到 GMT 功能，那 C63 用的是 Sellita SW330-2 的机型，那这一颗是 Color GMT， 它不是这个 Flyer GMT，
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在调时间的时候，你调的是调 GMT 指针，而不是调本地时间。OK， 那虽然说在专业玩家里面会觉得说这不是真的 GMT， 但是 come on， 这个价钱它根本就不到劳力士的零头，好吗？你买一只 Rolex Explorer 2可以买，我看看11只、12只的这个今天介绍的这只表吧，对吧？所以对于一般要用的人，我觉得你要追踪不同时区，或者是同事，或者是你追踪女朋友，完全为什么要追踪女朋友？为什么要这样写 ？OK， 所以从时间背景来看 ，C63 的 Sealander GMT 就是一只2020年 Explorer 2的一个平替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平替，我也曾经想过要买它来把玩，然后我原本很想买那个绿色的面盘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着想着放在购物车里面，后来我也就忘了这件事情。然后后来就出了这个12系列，然后接着又出了这个 Bell Canto 系列那个腕表，然后在我现在录影的同时呢，刚刚又发表了新闻，就是欧美那边全部的媒体圈同时发新闻，应该是sponsor 让他们有这个写这个使用的经验的。OK，12 又出了 Ultra Thin 的版本。OK， 这个先不讲，这个我马上会再做一集让大家来了解。OK， 首先设计的亮点 ，C63 Sealander 的 GMT 它有2个 size， 一个 size 是36mm， 一个是39mm。那今天我们重点讲的是39mm。那这个尺寸我觉得是最好的比例。那大部分人在手腕上戴都是刚刚好，它不会像 Explorer 2那样子24mm 戴上去就很大的感觉。那厚度呢 11.85mm， 那这个数字你感觉没什么，可是你实际去对比一下之前很多网友回应的 Tudor Black Bay Pro， 大家都说厚到不行。OK， 它是14.6，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嫌它是个小胖子了。OK， 那 C63 就是有一种很贴合手腕的一种我觉得以 GMT 又带秒针4针来讲，然后又自动上链，我认为11到12不过分，还算是蛮优秀的。OK， 你基本上就是很贴合手腕，那基本上我也觉得它不会卡袖口。那再来看看表盘的设计，白色的表盘搭配灰色的时标以及指针 ，GMT 针是漂亮的橘色，秒针还有一个小小的3叉戟。OK，counterweight。那这个细节虽然很多人嫌它多余，有点太过于具象，但是我倒觉得 Christopher Ward 自从改了这个不把名称放在表盘上面之后，的确是变干净了很多，但是好像又少了那么一点点 Christopher Ward 自己原本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他放上这个3叉戟其实还挺可爱的，也算是 Christopher Ward 的一个 signature。OK， 那日期窗设定在6点钟，我觉得对称感非常的好。我其实没有很喜欢3点钟的那个日期窗，当然 Rolex 除外，我觉得 Rolex 就是维持它这个样子就好了。那夜光的部分，他们一样采用的是 Super Luminova， 但是它在 Super Luminova 用的是 X1 的型号，那亮度是中规中矩，不算王炸，但是绝对你在暗处也不会到看不到。当然有些人吐槽它，就是说它的夜光太弱。那我个人会觉得，你都已经买了一支4万块的 GMT 了，你如果硬要拿去跟一个30几万的 Rolex 比夜光，我觉得这个就多了啊。OK， 有舍有得。OK， 你买什么价格，我们就吃什么菜。OK， 我们就不要去想着20块钱要去吃牛排，那个牛排应该不是牛做的。OK，Christopher Ward 的 Lie Catcher Case 呢，我必须要为这个设计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鼓掌。OK， 同价位的品牌啊，大部分它都是简单的拉丝或抛光，但是 Christopher Ward 它是把边角都修到很细致，有斜面有倒角，在灯光的转换之下会有一种高级感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Christopher Ward 的做工是超越它的一个价位。最后我们讲表带，它的 Better Bracelet 有快拆有微调，它的微调做得非常的好。我买的每一个 Christopher Ward 都有微调，而且我都买它的这个3板带 Better Bracelet， 因为你夏天稍微一定会手有一点胀，有时候你在外面走一整天手就胀，它可以立刻调整，你完全不用螺丝起子。那甚至有些很多的粉丝，国外的在这个 Reddit 上面都会讲，就是说单就一条链带的设计感就已经比很多的瑞士大厂都要贴心。
真的是这样子，它的表带打磨其实非常非常的好。你摸过 Christopher Ward 的表带，你就知道哦 ，OK， 这个在瑞士品牌里面绝对是10万以上才会给你的那种表带的打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切掉中间经销的这个成本，因为你今天4万块钱的一支这个 Sealander GMT， 你如果透过经销商再塔一个3到4成上去的话，你今天这个表就多少钱了？对吧？它现在末端我们算4万就好了，再塔5成就变6万了，对不对？那6万再塔一些经营营销广告，它如果还要下广告的话，那今天这个表大概就是你就大概抓10万块上下，8万到10万，那就完全不符合 Christopher Ward 当初的经营的理念。所以我做了一个设计的总结，就是它有很漂亮的黄金尺寸39mm，戴起来很舒服，白面橘针，清爽耐看。对，我认为这一个部分的清爽耐看，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 Explorer 2的这个 Polar Bear 已经觉得它很耐看，所以当你看久了 Explorer 2的白面的北极熊之后，你再回过头来看 Sealander 的这个 GMT， 你会觉得它非常好看。然后这只手表的细节其实做得非常的好，一点也不输贵了它3、4倍、4、5倍的表款。当然你说它像 Explorer 2，这个我真的不能否认，因为 Christopher Ward 把那个 vibe 都玩进来了，可是我觉得他做的更年轻，更轻松一点点的设计。OK， 那再来是它搭载的是 Sellita 的 SW330-2， 那这颗机芯基本上就是 ETA 的2893的替代方案，它是瑞士的老字号的可靠选择。那我们基本的规格2880的这个正品，25个轴承宝石，56小时动力储存，那有自动上链，有停秒功能，但功能上它就是 Color GMT。那结构上，今天 Sellita 也算是成熟稳定，维修也都很方便。那 Christopher Ward 会给你展示的透背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定制的这个自动盘上面有 Christopher Ward 的这个双旗的标志。虽然没有什么手工打磨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以这个价位来讲，诚意已经很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有送 COSC 认证，所以它的日误差控制在-4到+6。那我觉得在这个价位，你可以买到 COSC， 我觉得还蛮佛心的。所以整体来说 ，C63 的机芯它不炫技，实用可靠，维修方便。我认为对于第一次买表的玩家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、很方便的一个结论跟答案。那重点来了，就是价格，它是欧元1350欧，那折合台币4万多。那相比 Explorer 2，在台币定价可能是快30万，可是你真正买到可能是34到36。而且这个表可能你还要配表。OK， 那 Tudor Black Bay Pro 14万上下，所以基本上 C63 就只是 Tudor Black Bay Pro 的零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表的原因，因为很多人想要玩 GMT 啊，但是不可能一开始第一只表就要去凑 Rolex 吧。那 C63 我觉得就提供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它有设计的质感，有实用的功能，但是价格非常轻松的入手的方案。那欧美的玩家在市场反应上面是非常喜欢它的，甚至直接拿来当这个旅行的备用表，因为它便宜到就算你刮伤留下了刮痕你也不会心痛，而且它有一个很稳定的 GMT 的实用性，所以很多人对这只表的定位就是平价的 GMT 入门首选，或者是穷人版的 Explorer 2。那这只表我觉得很适合刚刚入坑的表迷，你想要 GMT， 但是预算有限，你有可能不想要每个人都去买什么 Seiko 的 GMT， 我觉得 Christopher Ward 非常非常好的选择。那第二个是日常通勤的玩家，上班带轻薄舒适，不会像一个砖头压手。那第三则是旅行族，爱旅行的朋友们，如果说想要一只能轻松追踪时区的工具表，那 C63 就是答案。那第四个就是已经有很多大表的人，有很多人手上已经有了 Submariner 啊，有了 GMT Master 2啊。OK， 那你今天想要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的 ，OK， 你可能不想买 Explorer 2，那我觉得 C63 就可以当你出差的一个工具表，没有什么压力，很百搭，很实际的一只表。好了，讲到这边，对于这只表的赞美以及批评，我应该是没有批评吧。所以如果 Christopher Ward 看得懂我的 YouTube 的话，记得以后有新的表寄给我测试一下，对，我会付你们钱。对。
对，我没什么志气，我不好意思跟你们凹一个手表。OK， 开玩笑的。Anyway，Christopher Ward C63 Sealander GMT， 简单一句话就是它不是最贵，但是我觉得它会是最让你轻松去拥有的一个 GMT。它没有 Rolex Explorer 2的那个名声，它也没有 Tudor 的那种厚重感，但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价格，很刚刚好的设计，很实用的功能。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才是一个能戴在手上的现实的选择。所以如果你还在纠结要不要存个35万再直上 Rolex， 我会先建议你们直接去买一只 Sealander GMT 的39。那当然如果你手腕真的觉得自己很细的，买个 GMT 它有 36mm 的选择，至少你可以在存到30几万之前先提前享受到 GMT 的乐趣，去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功能。 OK， 这样子是不是很轻松 Right？那最后，拜托各位观众老爷帮吉米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广告跳出来的时候，记得让我多看10秒钟哦。那你们的小举动对我跟小编来讲是大大的鼓励。最后，还是老话一句，不管什么样的手表，它都不能留住时间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，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，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。希望大家听吉米讲干话，听得健康，听得开心。那带着手表去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对于时间，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。我是烂手人设计师吉米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